现在所有追着英伟达买的 AI 投资者正在错过一场比上半场上百倍的财富转移。你可能觉得我在危言耸听，没关系，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清楚为什么 AI 第一波的红利已经基本结束，真正的超额收益正在从硬件基础设施疯狂流向能带来真实效率提升的商业落地和推理应用端。你会明白训练和推理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个区别会决定未来3年所有 AI 相关股票的走势。我还会给你拆解3个分别对应稳健、进攻和平衡风格的核心标的，告诉你全仓、重仓、轻仓和空仓的人分别应该怎么调整自己的仓位，避免在 AI 行情的下半场踏空，或者在高位接盘那些已经没有翻倍空间的股票。现在你手里还全仓或者重仓英伟达的，把持有打在评论区；已经开始悄悄调仓到应用端和实体端的，把调仓打在评论区。我看看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人的仓位分布到底是什么样的。先给你看2个最近发生的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的信号。第一个是 ARK 基金5月最新的调仓记录，木头姐在继续减持英伟达，同时大幅加仓了几个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公司。第二个是马斯克近3个月的公开发言，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几乎不聊造车了，所有的重点全部放在了机器人和算力上面。这2个信号放在一起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些真正掌握着大资金流向的人已经开始从 AI 的上半场悄悄转向了下半场。上半场上最经典的比喻就是卖铲子，当年加州淘金热的时候，真正赚到大钱的不是那些去挖金子的人，而是卖铲子、卖牛仔裤、卖水的人。AI 的上半场也是一样，所有人都在抢着做大模型，所有人都需要算力，所以卖铲子的英伟达成了最大的赢家。但问题来了，淘金热总有结束的一天，当所有的矿都被占了，当所有的人都已经拿到了铲子，接下来谁还会再买铲子？这个时候真正能赚到大钱的就变成了那些真的能从地里挖出金子的人。 AI 的下半场就是挖金矿的时代，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转过这个弯来，他们觉得 AI 行情就是英伟达行情，只要拿着英伟达就能一直躺赢。但你仔细算一笔账就知道了，英伟达现在的市值已经超过了5万亿美元，想要再翻1倍就要涨到10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2个苹果加1个微软的市值总和。你觉得这在未来3年内发生的概率有多大？不是说英伟达会跌，它依然会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它的业绩依然会增长，但问题是它的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未来很多年的业绩增长，接下来它的涨幅会远远跑输那些真正在 AI 应用端拿到结果的公司。这就像当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思科是卖路由器的，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卖铲子的人，他的股价在泡沫顶峰的时候涨了几百倍，但之后整整15年都没有回到那个高点。而那些真正用互联网赚到钱的公司，比如谷歌、亚马逊，才是之后几十年真正的长牛。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先炒基础设施，再炒应用落地。基础设施的行情来得快，涨得猛，但结束的也快。而应用落地的行情虽然来得慢一点，但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涨幅也会更大。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非常关键。那为什么说现在就是上半场结束、下半场开始的转折点？核心的逻辑其实就藏在资本开支的结构变化里面。很多人根本没有搞懂训练和推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也是他们会踏空 AI 下半场最核心的原因。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给你讲清楚。训练大模型就像建一条高速公路，你需要一次性投入巨额的资金，买大量的钢筋水泥，雇大量的工人，花好几年的时间把这条路修好。这个过程是一次性的，路一旦修好，你就不用再花同样多的钱去重建了。你可能会偶尔修修补补，拓宽几个车道，但再也不会有那种量级的资本开支了。而推理就像每天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跑的车，路修好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车开上来，有私家车，有公交车，有货车，他们每天都在跑，每天都在消耗汽油，每天都在交过路费。这个过程是持续不断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上的车只会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频繁。听懂了吗？训练是一次性的大额投入，而推理是持续性的日常消耗。过去2年，全世界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在疯狂的建高速公路，也就是训练大模型，所以他们疯狂的买英伟达的 GPU， 英伟达的业绩也就跟着爆炸式增长。但现在绝大多数主流的大模型都已经训练完成了， GPT-4o 出来了， Claude 3出来了， Gemini 也出来了，接下来这些公司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疯狂的砸钱去训练新的基础大模型了，
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让这些大模型真正跑起来，真正去帮他们赚钱，也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车开到这条已经修好的高速公路上来。这个时候，整个行业的资本开支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之前是80%的钱花在训练上，20%的钱花在推理上，而接下来这个比例会完全反转，变成80%的钱花在推理上，20%的钱花在训练上。这就是资金流向的必然性。当整个行业的主要矛盾从能不能做出大模型变成了能不能用大模型赚到钱的时候，所有的钱都会流向那些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公司。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有一个疑问，既然推理这么重要，那英伟达的 GPU 不也能做推理吗？为什么说英伟达的红利已经结束了？问得好，这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搞错的地方。训练和推理对硬件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训练需要的是极致的算力，需要把几千张 GPU 连在一起，同时工作几个月去训练一个大模型。这个时候 GPU 的通用性就非常重要。英伟达的 CUDA 生态优势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推理不一样，推理不需要那么极致的算力，它需要的是低延迟、高吞吐和低成本。你想想，用户用 ChatGPT 发一个问题，他不可能等几十秒才收到回复，他需要的是 DS 级的响应。而且每天有上亿的用户在发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跑一次推理。如果每一次推理的成本是1美分，那一天就是几百万美元的成本。如果能把这个成本降到1/10，那就是1年几十亿美元的利润。而英伟达的 GPU 其实是为训练设计的，它做推理的效率非常低，就像你用一辆重型卡车去跑滴滴，它能拉货也能拉人，但油耗非常高，成本非常贵。当只有少数几个人打车的时候，你可能不在乎成本，但当每天有上亿人打车的时候，你就会迫切的需要一辆更省油、更便宜的小轿车。这就是推理算力的机会，也是接下来几年整个 AI 行业最大的技术变革之一。但在讲推理算力之前，我想先跟你聊一个更确定、更稳健的机会，也就是软件应用端。很多人觉得 AI 应用端的机会太散了，不知道该买哪个。今天出一个 AI 办公，明天出一个 AI 教育，后天出一个 AI 医疗，每个看起来都很有前途，但每个都有巨头在竞争，一不小心就会买到一个讲故事的公司，最后一地鸡毛。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在 AI 应用端有一个公司，它几乎没有任何新的竞争对手，它不需要重新去拓客，它只需要在自己已经建好的高速公路上加装一个自动驾驶系统，就能立刻享受到 AI 带来的全部红利。这个公司就是 ServiceNow，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没关系，我给你讲清楚它到底是做什么的。ServiceNow 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工作流管理平台。简单来说，全球几乎所有的大公司内部的 IT 服务、人力资源、财务报销、客户服务，所有这些流程都是跑在 ServiceNow 的系统上面的。你想想，一个大公司里面，员工电脑坏了要找谁？要提交一个 IT 工单，请假要找谁？要提交一个 HR 工单，报销要找谁？要提交一个财务工单，客户有问题要找谁？要提交一个客服工单。所有这些工单从提交到处理到完成，整个流程都是由 ServiceNow 的系统来管理的。这是一个粘性高到可怕的生意，一旦一个公司用上了 ServiceNow， 它几乎不可能换掉，因为把整个公司所有的工作流程都迁移到一个新的平台上，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投入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成本，还要承担整个公司运营停摆的风险。没有任何一个 CEO 会愿意干这种事，而 AI 的出现相当于给 ServiceNow 的系统装上了一个大脑。以前一个 IT 工单过来，需要一个工程师先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再一步步去解决。现在 AI 可以自动读取这个工单的内容，自动判断问题的类型，自动给出解决方案，甚至可以自动远程修复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人类工程师的介入。根据 ServiceNow 自己的数据，他们的 AI 功能可以帮企业降低50%的人力成本。你想想，对于一个有10万员工的大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立刻裁掉1半的后台支持人员，每年节省几亿美元的人力成本，而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给 ServiceNow 多付一点 AI 功能的订阅费而已。这才是 AI 真正的商业价值，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聊天机器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帮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且这个价值是立刻就能体现出来的，不需要等3年5年，现在就能看到财报上的变化。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 ServiceNow 根本不需要去抢新的客户，它已经有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大公司客户，它只需要把 AI 功能卖给这些已经存在的客户就行了。
这就像你开了一个超市，已经有了几百万的会员，现在你只是在超市里新加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商品，这些会员自然就会来买，根本不需要再花大钱去打广告，去拉新客户。这就是为什么 ServiceNow 的业绩增长会这么确定。它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订阅，而且续费率超过95%。只要它的 AI 功能真的能帮客户省钱，客户就会毫不犹豫地升级订阅。它的业绩增长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当然，它也不是没有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微软的 Copilot。微软也在推自己的企业 AI 助手，也想切入企业工作流这个市场。很多人担心微软会把 ServiceNow 干掉，但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你想想，一个大公司的所有内部数据、所有的工作流程、所有的员工信息，都是公司最核心的机密。他们会愿意把这些数据全部交给微软吗？他们会愿意让自己的整个运营体系都跑在竞争对手的平台上面吗？绝大多数公司都不会。他们更愿意选择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平台。ServiceNow 就是这个中立的第三方，它不做操作系统，不做办公软件，不跟任何一个大公司竞争，它只做工作流管理，这就是它最大的护城河。而且微软的 Copilot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通用型的工具，而 ServiceNow 的 AI 是深度集成在具体的工作流程里面的。它知道一个 IT 工单应该怎么处理，知道一个请假流程应该怎么走，知道一个报销单应该怎么审批。这些都是微软没有的，也是微软很难在短时间内复制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偏好比较低，想要找一个确定性高、能长期持有的 AI 标的，那 ServiceNow 绝对是你的首选。它可能不会像那些妖股一样几个月就翻10倍，但它会像一台印钞机一样，每年稳定的给你带来20%到30%的收益，而且回撤会非常小。如果你也认同这个逻辑，觉得确定性比高爆发更重要，那就顺手点个赞，让我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想法。讲完了最稳健的软件端，接下来我们来讲最有爆发力的推理算力端。刚才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推理和训练对硬件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英伟达的 GPU 在推理上效率很低，成本很高。随着推理需求的爆炸式增长，整个行业都在迫切的需要一种更高效、更便宜的推理芯片。这个市场有多大？我给你一个数字，根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 AI 推理芯片的市场规模会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比现在整个 GPU 市场还要大好几倍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现在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出现一个绝对的霸主。这就意味着这里面一定会诞生下一个英伟达。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公司在做推理芯片，有 AMD， 有英特尔，还有一大堆创业公司。但在我看来，其中技术路径最清晰、最有可能对英伟达形成降维打击的是一家叫 Cerebras 的公司。你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没关系，我给你讲清楚它到底牛在哪里。传统的 GPU 是把几十亿个晶体管刻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然后把几千块这样的硅片通过高速接口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大的算力集群。但这个连接的过程会产生非常大的延迟和功耗，就像你有1万个工人，每个人都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干活，他们之间要通过电话来沟通，沟通的成本非常高，效率非常低。而 Cerebras 做的事情完全颠覆了这个思路，他们把几万亿个晶体管直接刻在了一整块完整的晶圆上面，也就是整个硅片就是一个芯片。这是什么概念？传统的 GPU 芯片大概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而 Cerebras 的芯片有一个餐盘那么大，它的晶体管数量是英伟达最新 H100的20倍，它的 FP16 峰值算力是 H100的30倍以上。在大规模推理场景下，它的能效比优势尤为明显，能够显著降低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以前你需要1000张 H100才能搞定的推理任务，现在只需要100张 Cerebras 的芯片就能搞定，而且电费还能省2/3。对于那些每天要跑上亿次推理的大模型公司来说，这简直就是救命稻草。你知道为什么 OpenAI 现在这么着急跟 Cerebras 深度合作吗？因为 ChatGPT 现在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技术不够先进，而是赚不到钱。每一个用户的每一次提问 ，OpenAI 都要亏好几美分。如果推理成本降不下来 ，ChatGPT 永远都不可能盈利。而 Cerebras 的芯片能把 ChatGPT 的推理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这就是为什么 OpenAI 不仅给 Cerebras 投了钱，还把自己很大一部分的推理任务都转移到了 Cerebras 的算力集群上面。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 Cerebras 的技术路径是专门为推理设计的，它天生就适合做那种低延迟、高吞吐的大规模并行计算。而英伟达的 GPU 不管怎么优化，它的底层架构都是为训练设计的。
这就像你再怎么改装一辆卡车，它也跑不过一辆跑车。当然 Cerebras 的风险也比 ServiceNow 大得多，它现在还没有大规模量产，它的客户还主要是 OpenAI 这样的少数几家大公司。它能不能真正的挑战英伟达的地位，现在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高风险对应的就是高收益。如果 Cerebras 真的能在推理市场拿下10%的份额，那它的市值至少会翻10倍。如果它能拿下30%的份额，那它就是下一个英伟达。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风险偏好比较高，愿意为了高爆发承担一定风险的投资者，那 Cerebras 绝对值得你重点关注。你不用现在就全仓买入，你可以先小仓位建仓，然后跟踪它的量产进度和客户拓展情况。如果它的业绩开始兑现，再慢慢加仓也不迟。讲到这里，我想问问你，你是更愿意买确定性高的 ServiceNow， 还是更愿意买爆发力强的 Cerebras？ 把你的选择和理由写在评论区，我会挑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在评论区跟你继续聊。讲完了软件和算力，接下来我们来讲第3个板块，也是我认为最被低估的一个板块，实体 AI 和机器人。很多人一提到 AI 机器人，第一反应就是特斯拉的 Optimus， 他们觉得 Optimus 是未来只要买了特斯拉就能享受到机器人时代的红利。但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 Optimus 是10年以后的故事，它现在还只是一个原型机，连基本的商业化都还没有做到。你现在买特斯拉买的还是它的汽车业务，不是它的机器人业务。而有一家公司，它的机器人现在已经在实实在在的干活了，已经在实实在在的帮客户赚钱了，已经实现了扭亏为盈。但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这家公司就是 Symbotic。Symbotic 是做什么的？它是做仓库自动化机器人的。简单来说，就是给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商提供全自动的仓库解决方案。你去过传统的仓库吗？传统的仓库里面有几百个工人推着叉车在货架之间来回跑，把货物从货架上拿下来，再装到卡车上。这个过程非常慢，效率非常低，而且人力成本非常高。尤其是在美国，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工人越来越难招，仓库的人力成本每年都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 Symbotic 的机器人系统可以把整个仓库完全自动化，从货物入库到存储到分拣到打包到出库，整个过程全部由机器人完成，不需要任何人类工人的介入。它的效率是传统仓库的4倍，而人力成本只有传统仓库的1/10。现在 Symbotic 最大的客户就是沃尔玛。沃尔玛已经在自己的几十个仓库里面部署了 Symbotic 的系统，而且根据双方的协议，沃尔玛未来会在自己所有的仓库里面全部换上 Symbotic 的自动化系统。这是一个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订单。这就是 Symbotic 和 Optimus 最大的区别。Optimus 还在实验室里做后空翻，而 Symbotic 机器人已经在沃尔玛的仓库里每天24小时不停地干活，帮沃尔玛每年节省几十亿美元的人力成本。Optimus 的商业化还遥遥无期，而 Symbotic 已经在今年第1季度实现了首次盈利。很多人觉得仓库机器人没有技术含量，不如人形机器人高级。但我要告诉你，商业世界从来都不看谁的技术更高级，只看谁能更快地赚到钱。人形机器人确实很炫酷，但它至少还要10年才能真正商业化落地。而仓库自动化是现在就能看到业绩，现在就能赚到钱的生意。而且你不要小看仓库自动化这个市场，光是美国就有超过10万个仓库，现在自动化率还不到5%。未来10年，这个市场的规模会超过30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5%。Symbotic 现在是这个市场绝对的领导者，它的技术比竞争对手领先至少3年，而且它和沃尔玛的深度绑定，给它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护城河。其他公司想要抢走沃尔玛的订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 Symbotic 也有风险，它现在的客户太单一了，超过80%的收入都来自于沃尔玛。如果沃尔玛减少订单或者自己做自动化系统，那 Symbotic 的业绩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沃尔玛已经在 Symbotic 身上投了很多钱，而且 Symbotic 的系统确实帮他省了很多钱，他没有理由换掉 Symbotic。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介于 ServiceNow 和 Cerebras 之间，既有一定的确定性，又有不错的爆发力的标的，那 Symbotic 就是最好的选择。它的风险比 Cerebras 小，而它的收益潜力比 ServiceNow 大，正好对应了平衡型的投资风格。好了，现在3个核心标的我都已经给你拆解完了。ServiceNow 对应稳健， Cerebras 对应进攻， Symbotic 对应平衡。接下来我要给你最具体最可操作的调仓建议。
我会分4种不同的仓位情况，分别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第一种情况，你现在全仓或者重仓英伟达，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一下子全部卖掉。英伟达依然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它的业绩依然会增长，但你需要逐步减仓，把一部分利润转移到我刚才讲的这3个标的上面。你可以先卖出30%的英伟达仓位，平均分配给 ServiceNow 和 Symbotic。这2个标的的确定性比较高，可以帮你锁定一部分利润，同时还能享受到 AI 下半场的收益。然后再卖出20%的英伟达仓位，小仓位配置一点 Cerebras， 博取高收益。剩下的50%仓位可以继续持有英伟达，观察它接下来的业绩走势。这样做的好处是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英伟达继续涨，你依然能赚到钱；如果英伟达开始调整，你已经把大部分利润转移到了更有增长潜力的标的上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第二种情况，你现在清仓英伟达或者持有其他的 AI 硬件公司，我给你的建议是逐步清仓所有的 AI 硬件公司，把仓位全部转移到应用端和实体端。硬件端的行情已经基本结束了，接下来的超额收益会全部集中在应用端。你可以按照4:3:3的比例分别配置 ServiceNow、Symbotic 和 Cerebras， 这样既保证了整体仓位的稳健性，又保留了一定的爆发力。第3种情况，你现在是空仓或者根本没有参与过 AI 行情，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追高，分批建仓。你可以把资金分成5份，每个月买1份，先买 ServiceNow 和 Symbotic 这2个确定性比较高的标的，等它们回调的时候再买入。Cerebras 的波动比较大，你可以等它有比较大的回调的时候再小仓位介入，千万不要一下子满仓买入。AI 板块的波动非常大，即使是再好的公司也可能会有30%以上的回调，分批建仓可以帮你摊低成本，降低风险。第4种情况，你现在持有很多中小市值的 AI 概念股，也就是那些只会讲故事没有任何实际业绩的公司，我给你的建议是立刻全部卖掉，不要有任何犹豫。AI 上半场的时候资金会乱炒，只要沾点 AI 的边就能涨好几倍，但到了下半场资金会变得非常理性，只会买那些有真实业绩支撑的公司，那些只会讲故事的垃圾股会跌得一文不值，你现在不卖，以后可能就再也卖不掉了。最后我要跟你强调3条铁的纪律，这3条纪律比我刚才讲的所有标的和所有建议都重要。如果你做不到这3条，那你最好不要参与 AI 投资。第1条，永远不要加杠杆。AI 板块的波动非常大，即使是再好的公司，也可能会在1个月内下跌50%。如果你加了杠杆，很可能会在最低点被爆仓，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第2条，不要频繁换股。不要看到这个涨了就去追这个，看到那个跌了就去卖那个。 AI 行情是一个长期的行情，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月就能结束的。选好标的之后耐心持有，不要被短期的波动影响。第3条，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 AI 上面，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能一直涨，你需要分散投资，把一部分钱放在其他的行业里面对冲风险。其实 AI 投资从来都不是赌哪个技术最牛，而是赌哪个技术能最快变成实实在在的利润。上半场上卖铲子的英伟达赚走了最多的钱，因为所有人都需要铲子，下半场上真正能用 AI 赚到钱的公司才会成为下一个英伟达。很多人在上半场上赚了很多钱，然后在下半场上全部亏回去，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范式已经转移了，他们还在用上半场的思维去做下半场的投资，他们还在疯狂的买铲子，却不知道金矿已经开始挖了。现在这个转折点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选择继续拿着铲子看着别人把金子挖走，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就转身加入到挖金矿的队伍里面，这个选择决定了你未来3年的财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让你对 AI 投资的下半场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就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更多 AI 行业的核心标的，告诉你哪些公司是真正有价值的，哪些公司是在讲故事。最后我要跟你说，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和信息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你需要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独立做出判断。如果你有任何投资方面的疑问，一定要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